2026年，日本终于要解禁了，其防卫产业迎来2战后最疯狂的大洗牌，不仅要废除武器出口禁令，甚至连正在打仗的国家日本都敢卖军火。更离谱的是，日本政府甚至直接把濒临破产的兵工厂收归国有。那么问题来了，2026年的日本到底在下多大的一盘棋？那些日制武器真能卖得出去吗？面对美韩军工复合体，日本凭什么虎口夺食？这件事的核心标志就是日本政府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进行了堪称颠覆性的修改。因为和平宪法的限制，日本在国际军火市场就是一个边缘透明人，平时也就卖点头盔、防弹衣，只能搞救援、运输、警戒这些后勤装备，杀伤性武器碰都不让碰。到了2026年，全球局势动荡，乌俄战争和中东战事没完没了，日本高层眼睛一亮，机会来了，想复刻当年朝鲜战争时期的特需经济奇迹。当时的日本利用联合国军大量采购军需品、车辆、纺织品等物资，赚得盆满钵满。到1951年，日本的 GDP 就已经恢复到了战前水平。这一次，日本也想这样做，把防卫产业打造成国家的支柱产业，彻底实现再军事化转型。为了把武器卖到全世界，日本国内已经进入了一种准动员状态。过去几十年，日本军工厂的客户只有自卫队一家，订单少，单价贵，利润还极低。现在不一样了。所有面临淘汰的西洋民营企业，不管你是造汽车的、造重型机械的，还是搞精密电子的，因为现在产能过剩，通通给我转产军工。毕竟造车的和造坦克的底层技术其实是相通的。为了保证供应链不出岔子，日本政府在2026年还放出了几个大招。第一，通过防卫装备生产基础强化法，只要是关键军工厂快破产了，政府直接接管，绝对不让防卫技术流失，必须保证战时弹药供应。第二，砸1万亿日元。搞防卫产业专项基金，鼓励像森林重工、金野造船这样的巨头合并，把规模搞上去，把武器价格打下来。第三，挖墙脚，搞税收高额抵扣，把搞 AI、半导体和顶尖科技人才全部吸引到军工部门来。第四，加速开发南鸟岛的深海稀土，力求国防资源的完全独立，摆脱对其他国家的原材料依赖。其实火力军能理解日本为什么那么急眼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被大哥美国给坑了。2026年出的一份审计报告显示，日本之前给了美国高达1.1万亿日元，也就是72亿美元的军售预付款。结果呢，像 E2D 预警机零件、导弹系统这些关键装备，美国拖了5年多都没交货。美国要优先保自己以及直接参战的队友。日本一看这不行啊，关键时刻大哥靠不住，还是得靠自己，必须通过大规模出口来养活自己的防卫工业。所以2026年的春季就是日本彻底解禁、向全球输出武器的生效节点。流程走得极其顺滑。3月初，执政联盟提交建议书，火力军估计4月前后，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通过新准则。这事儿甚至都不用经过国会投票，直接行政裁量权拍板。不过，火力军很好奇，如果日本武器真的推向国际市场，能不能打得过美韩？以前大家吐槽日本武器是偏执狂，过度追求极端性能，性价比低得令人发指。不过，在国际市场上，这也有一定的优势。地面武器领域，10式坦克与12式反舰导弹属于典型的岛屿防御思维产物。10式坦克最大的优势就是轻，战斗权重48吨，比起动辄70吨的美国 M1A2、67吨的德国豹 2A7，10式能安全通过日本84%以上的桥梁。这对那些基础设施不好、路桥承重差的东南亚国家来说，简直是量身定制。加上它那3.5秒一发的极速自动装弹机和实时共享数据的网络作战系统，战力是可以的。缺点就是太贵了。产量低导致单价高，差不多是韩国 K2 坦克的1.6倍。这点好解决，日本政府推出了白嫖或者低息贷款担保，半卖半送给菲律宾这种特定国家，可以把价格劣势给拉平。至于交付速度，日本武器的确是出了名的慢。在主战坦克上，韩国拿到合同3个月就能把 K2 给你送货上门，日本呢，1年估计也就手搓出12辆到15辆10式。韩国的自行火炮生产线全天候冒烟，在东欧杀疯了。日本这边还是小规模生产。目前日本正在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解决交付的问题，未来如何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再看12式改进型反舰导弹，这玩意儿迎来了史诗级加强，射程从原来的200公里暴涨到900公里，未来还要搞到1200公里，带有隐身外形，还能动态重新捕获目标。虽然比挪威的 NSM 导弹贵，但射程和精度有代差优势，非常适合那些没有强大空军支撑的小国家。海上系统就好一点了，造船一直是日本的传统强项，排水量5000吨的最上级，自动化水平高，全舰只需要90个人就能开动。现在美欧国家普遍面临人口危机，年轻人不愿当兵，
这艘船对澳大利亚、加拿大来说绝对是致命诱惑。30重工能保证每年2艘的稳定交付速度，就凭这一点，直接干翻了德国的 MEKO A200 方案。澳大利亚一口气订了11艘改进型。至于大鲸级潜艇，那是世界上最早大规模用锂电池代替铅酸电池的常规潜艇，静音好，充电快，跑得远，基本就是个准核潜艇。相比较海上，日本的航空系统有点差。川崎 P1 海上巡逻机跟美国拿波音737民航机爆改的 P8 不一样。P1 从出生起就是纯血的反潜机，4台低油耗发动机，能在低空长时间死磕潜艇。不仅如此 ，P1 还保留了长长的尾椎，也就是一磁监测器，这是美国 P8 为了省钱抠掉的配置。抓安静型潜艇是一绝，缺点依然是死贵，而且全球维修网点被波音按在地上摩擦。还有 C2 战略运输机，载重37.6吨，卡在 C130和 C1G 之间，飞得极快，巡航马赫数 0.8 以上，比欧洲的 A400M 螺旋桨飞机强，但价格也高出一大截，竞争力不够大。当然，在日本眼里，以上武器都是顺带的，真正的王牌还是 GCAP 第6代战斗机，日英意联合研发。出口解禁之后，这架飞机以后可以直接卖给第三方，不用看美国脸色。日本不仅想分摊成本，更想把未来空战的规矩掌握在自己手里。总的来说，通过没收关键设施、民企造枪炮，大幅提升军费，日本已经进入了准战时经济模式，一个高度集权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诞生。从今往后的国际军火桌上，日本已经不再是个倒水的服务员，而是正式上桌的顶级玩家。不过最终能卖出去多少，谁也无法确定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如果是你，同样的预算，你会买好用便宜的韩国 K2，还是买技术拉满但贵出一截的日本104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